大家好，我是张子，停更很久不见，主要是因为最近我们在 Tab 和 WeGame 做测试，现在测试结束了嘛，这期视频就跟大家交流两个部分，一个是看一下这测一些有意思的玩家数据，另一个就是说一下我们最近打算新增一个功能。先看看数据。一、关于死亡，在分别测试的2周内，Tab 和 WeGame 全服一共送走近2万只安妮姆，相对这个数据来说，团灭的次数要看起来少很多，至少比我预期中少很多的，两边都是100多次。关于收集，测试时间还挺短的，只有2周，但2周内还是有一些玩家集齐了全角色。这么看的话，现有角色在开放上线后可能还不够玩的。橙色的传奇装备两边都有一些玩家打到，但好玩的是传奇装备只有个位数的丢失记录，能看出来大家都很珍惜这个橙装，没有去霍。这个数据其实也是我们对传奇装备获得频率的期望值啦。我们希望橙装虽然是最高级的装备，但它不会过于稀有。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都提供了橙装的获取途径，包括遗迹探索、传奇任务、轮换兑换等，之后还会增加获得途径，所以正式玩的话，积累一段时间就能放心大胆的霍了。关于钱，银龙是游戏里的游戏货币，大家使用最多的排名前3都差不多，用于打磨装备、升级、招募安妮姆，确实是我们游戏里需要使用银龙的大头。不过抽卡这个其实也是开发者的锅啦。第一个池子我们设计的很努力，但是这个更倾向于是一个友情卡池，就是你溢出的银龙可以来抽。我们做这个游戏，想着说是在资源的获得方式上区别于以抽卡为获得角色的唯一途径的养成类游戏，但是这个也没有前置告诉玩家，哪怕我们投放了很多抽卡道具在旅途中，但没有玩过的话，就是不了解这个的话，一进来就会很吃亏、很头疼，还会很迷茫。但是强制教学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比较传统又比较无聊的方式，所以我们想说增加一个难度选择的方式，安全区作为过渡的空间，来给玩的人一些时间去 get 这个世界的规则。它也不是什么很宏大的新玩意，它最主要的设定就是安全区的世界，角色将不会真实死亡，这里很安全，基础的内容都有，但资源不会很丰富。困难区就更像是游戏的完全体，像装备巡回玩法、遗迹挑战、7星传奇任务，这些都会在困难区。安全区希望能给一些需要缓冲的玩家一个过渡地带，具体的设计还在细化中，之后有了具体的样子就录屏给你们看看。这个会做好了之后再公测，所以公测的时间也比我们预期中的要再往后推了一些。不过这个其实最开始做是最简单的啦，现在后悔也没有用，要哭着做。最后再给你们看看，这个是我们用官方漫画抠出来的剧情动画。测试也有玩家说一进来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哪里，我们打算在前面加一个这种动画，就是比较简单的展示一下狗狗和狐狸在回玄丘城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好啦，视频结束，下期见，可能会录一些游戏的最新变化，拜拜。